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四川宜宾的珙县。几个月之前，我们去了一趟四川广元，在大山里面看到一座比较大的监狱，叫龙山监狱，也是俗称的川北监狱。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呢，属于川南，在这边有一个这样的说法：一个监狱就是一个镇，一个镇就是一个监狱。所以呢，能够想象这个监狱的范围之大。今天呢，就来这个废弃的监狱里面走一走，看一看，看一下监狱里面的内部的真实场景。可能很多人没见过，我们最多都是在电视剧里面看到一些。远处那个就是监区了，那个应该属于岗哨吧，看看能不能上去看看。这里是有一条道路直接进去的，后面还变成过养殖场，现在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。看这个大门高不高，一走到这个地方就让人有一股不寒而栗的感觉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整齐的房屋就是监区。这个川南监狱始建于1960年，对外是称芙蓉煤矿。1960年那个时候是大概有1000名余犯人。1965年8月份，芙蓉煤矿全面铺开。我发现以前早期的监狱好像都跟一些矿业有关，像四川广元那个监狱就也是跟煤矿有关。毕节大方的那个监狱好像是跟硫磺矿有关，这里也是跟煤矿有关。2013年整体搬迁至成都大邑，也就是说从2013年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就慢慢的荒废了，现在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。里面呢好像还有些人居住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监狱里面了，这个就是监室，相当于是牢房。因为这里有个工作人员，找他了解的是在这里养殖的工作人员呢。这个就是监室里面，应该很多人没见过吧？这个在影视剧中能看到一部分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场看到的。这是我第2次看到监狱里面的监舍是什么样子的。那以前这里按影视剧是说摆了一排的这种床过去，不知道真假呀，因为是看影视剧才知道。大家看一下外面的情况，外面那里也是啊，这里一排一排。那这里应该是一个管理区。那个高的我一开始以为是岗哨，就跟机场的塔台一样。后面当地的村民告诉我，这个是水塔，那个岗哨是一个4方4形的高楼，就是我们刚刚在大门口看到的，不是这个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应该就是接待，或者是说见面守卫，在这个地方。如果家属有人来探监的话，那可能是把那些正在这里的犯人带到这里跟家属见面。我猜想应该是这样的。那个是大门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高墙啊，有7、8米高。这个是门还是木门？那旁边这些就是有人后面在这里生活，可能装了一些架子放东西的。按照影视剧演绎的话，那些犯人早上起来从房间出来之后，是不是就要在走廊列队啊？然后洗漱完去下面的操场集合，进行早操，进行吃饭。反正影视剧是这样演绎的，大家有知道的说一下。浓浓的年代感呢，它就跟三线工厂那个宿舍是一样的，因为它这里既是一个监狱，同时也是有煤矿结合的嘛。这些还有窗户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在每一层的最边上，这个房间还挺大，并且有窗户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走过去看看，可能是一个会议室。就是说每一层的这种犯人，如果说开一些会，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。现在是杂乱无章，还弄了一个喜。那这个里还有人结婚吗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，因为这个监狱已经迁走10来年了，那可能是后面有人居住在这里，在这里成家。现在去另外的地方看一下，因为监室它每个房间都是一样的，我们看了一个就差不多。现在我们继续往里面走，这里有一个黑板，相当于是通知嘛。它在这里面呢有奖励也有惩罚，所以一般哪个大队哪里弄得好，就是有一个报告。这个跟我们在学校的黑板看得很一样了。现在都是杂草丛生啊，这个爬山舞都到上面去了。旁边这里还有一条小路上来，所以这里面是非常大的啊，因为有好多个监区。刚才我们是在这一栋楼看到的，那里以及黑板还写了东西，过去看看。那这里像一个小型的操场，
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监舍跟这里的布局是一样的。那看看这个黑板上写的是什么？四川监狱安全建设活动。这上面的字已经看不清楚了。中间这里就是监舍，旁边这个应该是一些会议室，下面这里就是食堂，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啊。你看有一个打饭窗口，然后这边呢就是厨房，把饭做好了，就是在这里面打，这个都被树木挡住了。再简单看一个监舍，现在看起来没什么。那旁边有奖状，就是后面呢有一些人呢在这里居住，一家人，所以小孩呢读书的奖状也贴在这里。那这里就是一个小操场，每一栋监舍早操应该就是在这里吧。那管理人员应该是站在这个地方。每栋楼布局都是一样，它是统一建设的，但是功能多多少少有些区别。这里写了一个食堂，就是公示栏，吃什么？这里还写了2011年。这些门和窗户基本上是被拆走了，谁拆走了就不得而知。我在猜想一个问题：时间越长的，是不是越在这个里面深处啊？这个跟我们刚才看的地方差不多，不过就是有一点，它这里呢空间稍微大一点。这里还写了一个文娱活动室，就是可能也在这里可以学一些东西嘛，看一些东西。上面一些字已经看不清楚了。像这些监舍，它里面本身是没有洗漱的，要到这个1楼这里，就在这边，洗衣服、洗漱都在这边。这跟早期的3线工厂其实是一样的，他们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放在这里啊？这个是水池。大家来到这些地方会不会心惊胆战的？会不会让人害怕呀？可能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的，因为这些地方就是犯错的代价。大家不要轻易去犯错，特别是这种大错，和谐管理，春风细雨，其他的看不清楚了。这些都是属于监区啊，监舍，进去看看。这感觉当时这里的犯人好多啊，因为我现在看到这一块一个大队都有好多栋这样的房屋。一个分布表，不知道记载的是什么。好多人结婚了，我已经看到有4、5处有这个喜，而且是分布了好几栋楼。那当时应该是有人在这里成家，肯定是后面的人在这里居住啊，真的是杂乱无章。大家见过监狱的内部场景吧？今天我们就见识到了，只不过呢，现在是废弃的，没有废弃的你也进不来。看到一个床的部件，上面还有很多贴纸，这个应该是小孩子贴的，他们比较喜欢贴纸贴画，能贴的地方都贴上了。刚刚我们看的就是一部分监区，规模还是很宏大的，所以整个这个监狱就更大更广。当时的犯人应该也很多，要不然也不会称之为川南监狱。大家看完会不会感觉害怕？反正我走到这里面，感觉有点怪怪，有点瘆人。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提醒大家，不要去挑战，不要去犯这种不能犯的错误。现在呢，我们准备去这个监狱其他地方看一下，好像还有一些医院，有一些食堂，有一些电影院，看能不能找得到。前方这个就是医院了，上面那些就是家属楼。我们刚刚是在那个山上，那边属于监区。监区的话，它是分为好几块的。刚刚那个村民有人告诉我，大概有3个大队，这里是其中一个。在前方那个位置也是一个大队，所以综合这里的话，大概是有1、2万人。那些管理人员，包括那些犯人一起的，这些房屋的门窗都全部没有了，不知道拆到哪里去了。这个应该属于住院部吧？废弃的医院，废弃的监狱，都是废弃的。这种探险的地方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来呀？哇，这里都拆了好多啊，全是建筑垃圾。这里是以前的图书室，这边这些隔墙全部打掉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啊，好多瓶瓶罐罐的，就是医疗那个废品、废弃的，还有那种药水味，赶快走吧。这是另外一栋楼，全部拆掉了。这个跟我们以前走一些三线工厂，感觉是有人承包，然后可能想做养殖、养猪、养牛，可能是这样的。后面又没弄了，要不然不会全部拆这个样子。去旁边一栋楼看一下，这个应该是医生的办公室吧，不过这边已经封住了。那可能是当时没有承包下来吗？这边看到全是高墙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医院有必要有这么高的围墙吗？有知道的说一下。医院小区第46栋，就可以想象出这个医院有多大，医生和护士有多少，因为要不然不会有几十栋房屋出来。这些房屋都是浓浓的70、80年代的场景。我们看很多三线工厂都是这样的。很有回忆啊，可能是很多人的回忆。这2栋都没人住，搬走了。旁边呢，还有一些人在这里住，不过不多啊，大部分都搬走了。我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了，因为这边的建筑太多了，全是这种老式的建筑。啊，这边还是医院的家属楼，我怎么感觉这个家属楼太多了？这边都写的是危房，不让靠近了。我们在路上走就行，不要去里面了。我们这个监狱就简单看完了，也只是看了一部分。因为确实太大，这个地方其实跟三线工厂很类似，很多建筑都被荒废了，这样看起来有点可惜呀。如果打造一下、开发一下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